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一天下跌10.84%，3天之后，一天又涨回了17.91%。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些数字，你可能会以为这个只是某一个山寨币的 K 线，但这个不是币，这个是真实的韩国的股市。在过去的半年当中，韩国人刚刚经历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投机狂潮，韩国股市的大盘 KOSPI 几乎翻倍。三星 SK 海力士被炒成了全民的彩票，紧接着呢，一个月暴跌22%，可仅仅2周以后，他们又拉了回来，暴涨、暴跌，再暴力反弹。在整个的这个行情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7月28号暴跌的当天，外资疯狂的撤退，净卖出接近5万亿韩元，可韩国的散户呢，反过来了，买入了4万多亿。别人在往外跑，他们呢冲进去抄底。我越看越觉得这个画面比较熟悉，机构在跑，散户在接盘，越跌越买，最好再加一点杠杆。韩国活生生的把股票市场玩成了加密市场。而更有意思的是，就在韩国股市这一轮 AI 狂潮之前呢，韩国加密市场的交易量正在大幅度的萎缩。4月加密市场的交易量相比2025年的12月下降了85%，所以钱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和资金转移到了 AI、芯片和股票。他们不是不投机了，他们只是换了一张牌桌。你会发现韩国有着一种非常独特的投资文化，无论是股票、加密还是房地产，好像一直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到底是韩国人的问题，还是韩国社会本身出了什么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不看股市，就看看同样的一批人在另外的一个赌场里边发生过什么。大家好，这个是加密地图系列的第一站韩国。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去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加密市场。我们现在开始。先说结论，韩国并不是全球最大的加密市场，但它可能是全球最疯狂的那一个。我们先来看几组数字。2025年的3月，韩国持有加密账户的人数超过了1630万，这个数字呢，第一次超过了韩国股票投资者数量。截止2025年的12月，韩国的总人口的数量大概是5170万，也就是说，韩国里边每3个人就有1个人在玩加密。你要知道，2017年这个数字只有200万，8年的时间涨幅超过了7倍。这个还不是最反常值，真正反常识的是韩国交易所的全球日交易量占比大约只有1.9%，但如果我们只看现货的交易，这个数字就会跳到16%。解释一下，就是韩国的人不多，但每一个进场的人都在拿真金白银狠狠的交易。这个是一种全球罕见的市场结构，散户主导，法币入金强，而且呢，他们极度的偏爱山寨币。开口对韩国市场的研究显示，在一些年份里边，韩国最大的加密交易所 Upbit 只有大约1成的成交量来自于比特币，剩下的大头几乎全都是山寨币 SRP、STX、Doge。这些币在韩国的热度远远高于欧美的市场，所以韩国总能炒出百倍币。这个当然它是一种夸张，但它抓住了一个真实的现象。当全球市场开始追逐下一个热点的时候，韩国的散户往往来得更快，交易更加集中，也更愿意把资金压到波动最大的那一边去。那么这个就带来了下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总是这么着急呢？现在呢，我们问一个问题，不是韩国人在炒什么，而是韩国的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先不谈币，先看一个韩国年轻人的处境。2026年的年初，韩国媒体采访过一位首尔的上班族，这个年轻人的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90万韩元，其中90万要交房租和物业费，还没有吃饭，30%的收入已经没有了。如果他想买房呢，那问题就更加夸张了。10年以前，首尔的一套普通公寓均价大概是5.6亿韩元，
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266万。首付的门槛大约是1.7亿，而现在呢，均价涨到了15.7亿韩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750万，接近10年前的2.8倍。首付要准备11.7亿，也就是说556万人民币。对比上海和北京动不动就上千万的房价来讲，750万人民币好像也并不算太高。但韩国的媒体算过一笔账，一个30岁以下的家庭，就算1分钱也不花，只靠现在的可支配的收入攒钱，也要超过22年才能攒够首付。22年，一个人从毕业到攒够首付，刚好可以把整个的青春给耗费完。再看看就业，2026年的上半年，韩国大约有47万的年轻人被统计为休息。注意，这个是带引号的休息。韩国青年的失业率一度冲高到了7.7%，创下了近5年的同月的新高。有一批年轻人甚至连找工作的这个动作都放弃了。韩国管他们叫做休息青年，不是不想工作，而是觉得工作的这条路已经看不到头了。韩国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勺子阶级论。有人出生他就手里拿着金勺子，有人拿着银勺子，更多的人呢只有一把土勺子。也就是说，你的学历、工作和努力仍然很重要，但他们越来越难的改变你的阶层。这个时候呢，投资的意义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已经有房有存款的人来说，投资是让自己的资产慢慢的增值，但对一个觉得自己永远也赶不上房价的人来说，1年增值8%甚至10%没有用。他需要的不是跑赢通胀，而是一次跨阶层的跳跃。所以加密并不是韩国社会的一个例外，它是这套竞争文化的一个新的出口。但这里呢，也要画一条界限。我不是说每一个买币的韩国人都是在对抗系统，也不是说韩国人天生就爱赌。我说的是这套结构性的压力大概率是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个可以被验证的原因之一。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同样房价很高、工作很卷的国家当中，偏偏是韩国形成了如此强大的山寨币市场？真正的第二层答案，在韩国加密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韩国散户追逐高风险的资产，并不是从比特币开始的，房地产、股票、杠杆、短线交易，早就在韩国的社会里边留下了非常深的痕迹。韩国有一个词儿叫做 Yunger， 意思就是把灵魂都给搜刮出来。它形容一个人为了买房或者是投资，掏空自己所有的积蓄，再把能借到的所有的钱全部都借出来。简单来说，就是不只是把现有的钱给压上，连未来几年的收入也一块儿的给压上。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叫做 B2， 意思就是借债投资。这两个词儿能这么流行，说明它已经不是什么少数人的疯狂，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个也说明韩国人并不是不知道风险，恰恰相反，他们知道风险非常大，但他们更害怕的是自己又一次的错过那趟班车，错过那个可能让自己实现阶层跨越的一个机会。但这些社会的情绪只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想买，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韩国散户一进场，他就能把一枚山寨币直接炒出一根几乎垂直起飞的 K 线。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得看一看韩国特殊的市场结构。您可以把韩国的加密市场想象成是一个被围墙包起来的大水池子，水池子里边呢有超过1600万个开过加密账户的人，还有大量的随时可能入场的韩元。但进入这个水池的主要入口呢，却只有那么几个。韩国人要么在本地的交易所买币，不但要完成实名的认证，还要绑定韩国的银行的账户，而Upbit和BitHub这2家交易所就控制了韩国90%以上的交易量。也就是说，大量的散户和大量的韩元都被集中到了这2个入口上。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同一枚比特币在海外可能只卖到6万块钱，但到了韩国呢，却可能卖到6万5，甚至7万。注意，这个是同一枚的比特币，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因为它在韩国进行交易，价格就可能贵出一大截。历史上这种差价甚至一度超过了20%，这个就是
非常著名的 Kimchi Premium 泡菜溢价。你可能会问，既然韩国卖的这么贵，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海外便宜的买入，再拿到韩国的市场里边卖掉？那个不就可以赚到20%了吗？理论上的确如此。如果是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里边，无数人都想这么去操作。但问题是，当你把币拿到韩国卖掉以后，你还要把韩元取出来，换成你想要的货币，然后呢，再把钱转入韩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韩国的资本管制、银行的规则、实名的认证和跨境转账的限制，会让整条的链路变得非常的麻烦。这就变成了一个围城，水池外面的钱它想流出去，水池里面的钱又想流出来，中间呢却隔着一道被韩国政府筑起来的很高的墙。所以韩国和海外的币价没有办法立刻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上。而同样的力量，我们把它放到山寨币上，效果就会非常的夸张。比特币呢，它是因为市场足够的大，韩国买盘冲进来不一定能够把它推得动，但很多的山寨币的市场本来它就很小，一旦它突然登陆了 Upbit 或者是 Bithumb， 它就等于把一道大门突然的给打开了，大量的韩国散户带着韩元同时冲进到了一个非常小的池子，买的人突然变得很多，但市场上能够卖出的币并没有同时增加，价格呢就会自然而然的被迅速的给推高。第一波是韩国的散户在买，紧接着全球的交易机器人和短线的交易者全都过来了。第二波资金会把价格再次给推高，所以韩国人当然不能凭空制造什么100倍的币，更准确的来讲，韩国是全球加密市场里边一台非常强大的波动的放大器。社会的压力给它提供了足够多的燃料，散户的文化会让价格迅速的飙升或者是下降，而韩国的国内相对封闭的市场结构又是一道很高的围墙，把资金还有情绪全部都集中到了同一个地方。韩国的这台波动的放大器真正被接通电源是在2017年，那一年呢，全球迎来了第一轮的加密牛市，也是在那一年 ICO 首次代币发行在全世界疯狂的涌现。原本只值几美分或者是根本就不值钱的山寨币，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就能够涨到几美元，甚至几十美元。普通人也能一夜暴富，这句话第一次不再只是一句广告，它变成了你身边人的账户里边的真金白银，也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可以复制的机会。对很多的韩国人来说，这个信号太清楚了，努力工作10年可能还是买不起首尔的一套公寓，但如果你押中了一枚山寨币，也许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你就有可能完成一个10年、20年的累积。所以韩国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冲进了这个加密的热潮里边去。Upbit 就是在2017年成立的，它出现的时候呢，韩国已经有了 Bithumb 等大型的交易所，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夸张。上线不到3个月 ，Upbit 就成为了韩国最大的加密交易所之一。2017年的12月，它的日均交易量已经达到了大约47亿美元，最疯狂的一天，成交量甚至超过了110亿美元。注意，这是一家刚刚上线几个月的交易所，而韩国的人口呢只有5000万人。它为什么能够涨得这么快呢？因为Upbit几乎把韩国当时所有的优势全都集中到了一块。韩国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互联网、手机支付和散户交易的文化。Upbit的运营方杜纳姆此前就做过手机股票交易平台，背后呢，它还有韩国互联网的巨头卡卡窝的投资。你可以大致把卡卡窝理解成是韩国微信再加上支付的生态。另外呢，再加上Upbit与美国交易所 Bittrex 的合作，一上线，它就给韩国的散户提供了上百种的代币。也就是说，一边是大量的急着寻找下一个暴涨机会的散户，另外一边呢，是一家可以直接用韩元买卖上百种山寨币的新的交易所。汽油一下子碰到了火星，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火爆程度。但韩国的政府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市场已经开始失控了。2017年的9月，韩国宣布禁止境内的
ICO， 随后呢又禁止匿名的账户，要求投资者完成实名的认证，并且把交易所的账户与本人的银行账户绑定。再往后呢，反洗钱和交易所注册要求越来越严格，很多小的交易所因为拿不到银行的合作，或者没有办法满足银行的监管的要求，只能退出市场。但这里边呢，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政府它原本想做的是给市场降降温，可韩国人买币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还记得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水池子吗？监管并没有把池子里边的水给抽走，它只是关闭了很多小的入口，结果原本分散在几十家交易所里边的资金开始向少数几个特别大的入口集中，阿贝的就是其中最大的那一个。这个也意味着阿贝的每做出一次上币的决定，就可能在一瞬间把大量韩国散户的注意力和韩元同时给导向同一枚币。以前呢，一个山寨币需要慢慢的累积热度，现在呢，它只需要出现在阿贝的公告里边，就可能同时出现在数百万人的手机的屏幕上面。韩国市场的妖币制造机到这里就真正的成型了。韩国的这台妖币制造机最极端的一次爆发就是 Luna， 但 Luna 并不是一枚普通的山寨币，它背后的 Terraform Labs 的联合创始人是杜宽，一个韩国人。更重要的是 Luna 当时讲的故事听起来非常的高级，甚至它像是在重新发明货币。整个系统里边有2枚相互配合的币，一枚呢叫做 UST， 一种稳定币，它的目标是无论市场怎么变化，一枚 UST 永远等于1美元。另外一枚呢就是 Luna， 它的作用是帮助 UST 维持住1美元的价格。但 UST 与普通稳定币最大的区别是，它的背后并没有真正的1美元的现金储备，它靠的是一套算法，一个不需要银行就能够自由运行的数字货币体系。但真正让无数人冲进去的还不只是这套算法，很多的人其实并不懂什么算法，他们其实是被 Terraform 平台所提供的接近20%的年化收益给吸引了。你把钱存进银行可能只有0.几或几的利息，但把钱转换成 UST 的稳定币，不仅仅能够永远等于1美元，每年呢你还能够获得额外的将近20%的利息。所以这个看起来不像是在炒币，更是在把自己手里的钱放到一家不用牌照还能够给出20%利息的数字银行，这个才是 Luna 最有诱惑力的地方。在韩国呢，这个故事又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它有韩国的创始人，有巨大的媒体的声量，也承载着一种非常熟悉的想象。所以这一次韩国人不再只是追赶欧美，而是站在了全球金融创新的最前沿。 Luna 和 UST 的总价值最高达到过数百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个就是未来的货币。但问题是，这套系统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前提，所有人都必须得相信 Luna 永远有价值。结果呢，2022年5月 Luna 崩盘了。我们在杜宽的那期曾详细解释过当时的死亡螺旋的整个过程，这里边就不重复了。简单来说， Luna 从大约80美元跌到了0.0007美元，大约400亿美元的财富从市场上瞬间消失了。韩国金融机构当时有一个统计，仅仅在韩国持有 Luna 或者是 UST 的投资者大约有28万人。对这些人来说，这个不只是一条 K 线下跌的，而是那种这一次终于压中了的希望再一次的破灭了。但是 Luna 崩盘之后呢，韩国人并没有离开加密市场，韩国政府也没有直接关闭这张牌桌，相反，他开始给这座赌场装上更多的摄像头和护栏。2024年生效的虚拟资产用户的保护法要求交易平台把客户资产与自己的资产分开保管，为黑客攻击和系统的故障准备保险或者是赔偿储备。同时呢，监控异常交易，处罚内部交易和市场操纵。这些规定确实让韩国的加密市场比2017年更加规范了，但它主要解决的是交易所能不能卷走你的钱，黑客攻击以后有没有人能赔偿。
庄家能不能公开操纵市场，它解决不了另外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积蓄投入到 Luna 这样的高风险资产里边去？赌场它可以安装摄像头，牌桌也可以增加规则，但推动人们走上这张牌桌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所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韩国为什么总能炒出百倍币？严格来讲，韩国当然没有一台机器可以凭空的制造百倍币，它真正拥有的是一套能够把市场的情绪迅速放大到极致的系统，超过1600万个已经开好加密账户的人，大量的渴望实现财富跨越的普通散户，对山寨币、短线交易和高波动的偏爱，Upbit和 Bithumb 这些大型的交易所控制着绝大多数韩元的入口，再加上那道阻碍资金自由进出的围墙，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压力提供燃料，散户的文化踩了油门，相对封闭的市场结构把资金和情绪给集中到了一块，最后呢，只需要一条上币的公告，或者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热点，它就会成为点燃这一切的火星。一枚原本不起眼的山寨币，可能就会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边被推到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边。所以韩国真正制造的并不是一个百倍币，而是一股足以把普通的山寨币瞬间给推上风口的散户的力量。美国呢，它是把 crypto 做成了金融产品，日本把 crypto 关进了监管的制度，韩国是把 crypto 变成了大众的文化。但如果把这一切简单的归结成一句韩国人爱赌，这个不太公平。他们不是不知道风险，但现实的问题是工资每年只涨一点，房价呢它就可能越来越远，即使投资一年能赚到8%、10%，对于一个还没有多少本金的人来说，生活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太多的变化。所以很多的人追逐暴涨，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更多的时候呢，他们是在买彩票，买一个市场给他们的幻象。万一这次是真的呢？万一这次我能押中呢？这个也许才是韩国加密市场里边最值得我们理解的部分。它不只是关于哪一枚币会涨，也不是关于韩国人是不是爱赌，而是当正常工作、存钱和投资看起来很难明显改变生活的时候，百倍币的故事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变得特别具有吸引力。而这种想法呢，当然它也不只存在于韩国，每一个寻找下一枚百倍币的人，可能都曾经想过，如果这一次真的被我赶上了呢？当你存在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可能已经掉入了资本的陷阱了。当你去追逐百倍币的时候，你兜里的钱就已经不是你的了。好了，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种从一个国家的社会和市场结构去理解 crypto 的内容，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加密地图的下一站，我们去日本，同样是亚洲，同样经历过加密的狂潮。日本呢，它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没有把赌场做得更大，而是给它装上了一个全世界最严密的笼子。下期我们来讲一讲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谢谢，再见。